甜品和营销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在巴黎以奢华宫殿和宅邸为基础打造的顶奢酒店就有15家之多，而在这些顶奢酒店的营销战略中，餐食和甜点就是其可食用的品牌标识，并且通过季节叙事和限量联名等手段为品牌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奇和陌生感。嗨，我是喜欢带你们探索美食的肉仔肉，今天跟我一起带你们去巴黎的半岛酒店体验顶奢品牌的招牌联名下午茶。环境。巴黎的半岛酒店 The Peninsula 坐落于凯旋门旁边闹中取静的一角克雷贝尔大道19号。这座富丽堂皇的宫殿曾是19世纪末接待名流的贵族私邸，也曾是20世纪中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首任总部和法国外交部的国际会议中心。这一个个见证了世界秩序更迭的门廊和厅堂，在2014年以半岛酒店之名重启，成为了巴黎又一座顶奢门面。半岛酒店并未配备独立的饼房，而是将下午茶和甜点放在了酒店中还原20世纪美好时代装饰的盛大舞厅 The Lobby 当中。操刀的甜点主厨 Anne Gorhube 更是位年仅30出头的新生代精英女厨师。理科出身的她学习能力极强，从2019年加入半岛至今，已获得广泛的业内认可。而这次来到半岛酒店，我们也是冲着她和尚美联名合作的下午茶套餐来的。以蜂巢为设计灵感贯穿的套餐，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体验呢？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吧。你们看，别的先不讲它这个配套餐具用的都是蜂巢系列的，还是用心的嘞。跟戒指配住了。第一个是从摩洛哥传到南法的传统小点油炸小饺子。这个是那个巴巴卷的咸点但是它炸出来又放了一段时间，那个油稍微有点冷了，就有点像冷掉的炸鸡一样，它会反上来一股腥味，并且冷掉的动物脂肪也会有非常奇怪的口感。第二个小咸点是由蜂巢形状的脆片裹着一小块鹅肝。这个鹅肝他说是用黄葡萄酒调味的，但是我完全没有吃出来，我只吃出来一点点果酸味跟很淡的那种鹅肝的感觉，因为它鹅肝加的也不多，它外面的脆壳也没那么酥了，就这一家的。然后是以白芦笋为主题的小咸塔。这个小咸塔也有点普普通通的，没有吃到白芦笋它应该有的那股鲜甜味，其他的味道也很淡。开头开的我有点懵懵的，就是该脆的东西不脆，该咸的东西也没有很咸，鹅肝没有鹅肝的味道，芦笋没有芦笋的味道。炸的那个小饺子，你们知道油炸的东西放冷了之后那种异感会让人特别难受的，你再加上里边它的馅儿也都是冷掉的。就在此时一同前来的朋友也忍不住要发话了。这个司康就是一个，如果一个英国人看到这个司康的心情，应该跟一个意大利人看到菠萝披萨的心情是一样，和中国人看到草莓饺子，草莓饺子，对，不太确认这是不是一个司康。说说好心情，我打开了咱们甜点的第一道，花粉配酸奶，总不会有错了吧？这个酸奶怎么也就它整体的主题是围绕着蜂蜜来做的你能吃得到那个蜂蜜的香味，但是酸奶的奶味太淡了吧，感觉这个主体有点怪怪的。然后它的那个花粉的味道呢也没有很突出，它下面还垫了一块我猜应该是饼干一样的东西，但是已经完全失去脆度了，就是然后是一个蜂蜜和花粉为主体的小慕斯蛋糕。它这个慕斯的话奶味跟蜂蜜的味道非常的突出，我觉得还 OK。相比之下呢，已经算是比刚刚几个还要好很多的存在了。然后又是一个蜂蜜慕斯蛋糕，花是真的好硬那朵花。它这个是姜跟蜂蜜搭的这个味道，说实话它的味道调的我总感觉怪怪的，就是我吃得到姜的那股辣味，但我吃不到姜它本身的那股香味。蜂蜜的味道也是我能感受得到它是蜂蜜的味道，但是它甜的呢又感觉很假，所以就有点难评。这种就我不知道它是调味的哪一步有点问题，还是说它没有用很好的原材料，还是怎么样的但是就是有点怪怪的。接下来这个看似平平的蜂蜜荞麦布里欧修居然成为了全场最佳，也是蜂蜜面包。它有点像拿。说实话，这个还不错，这个没正好切了4个。
哎，总算吃到这个好吃的，朋友们。但也没有很首先，不黑柚就是不离欧修的那个面包体哈，就非常的柔软，搭配其实很简单，蜂蜜，然后上面撒的是炙烤过的荞麦颗粒，中间填了一点点的生奶油，然后它的甜度调得非常低，咀嚼的时候你能吃得到黄油的香味，然后非常浓的荞麦的香味跟蜂蜜的香味，这个确实算是就矬子里面拔大个已经可以拔到很高的这个东西了。就在我刚要燃起一点希望的时候，收尾的这颗蜂蜜柠檬塔却柠檬塔配一点点的万寿菊，就我只能说它开酥开的还可以，但是这个柠檬塔柠檬味也太淡了吧。按理来说一个正常的柠檬塔结构哈，你中间那块应该是柠檬凝乳，但它这个只是上面薄薄的有层柠檬凝乳，所以柠檬味特别的淡，它下面那块是一个类似于布丁一样的东西，完全没有味道，也没有淡奶香，就很奇怪的一个东西。最后呀，肉嫂给我分享了他常规套餐里边点的拿破仑蛋糕，我也是没想到啊，在一个顶奢5星级酒店里边，居然能够吃到超市的味道，也是蛮让人惊喜的。在这里我就不多做锐评了哈。简单总结一下，我们今天一共4个人消费是232欧，还只有我一个人点了他们跟尚美的那个联名的套餐，其他朋友点的都是他们的常规套餐。这个价格我说实话挺离谱的，进来啊就已经是砧板上的鱼了，朋友们。一个联名套餐90几接近100欧的价格，里边居然超过一半的出品都是解冻的，或者是存放了至少3到5天以上的预制菜，并且设计的简单就算了，设计的味道还没有很好的表达出来，好几道是让人吃着很摸不着头脑的感觉。总之就是很难评。在巴黎的这些顶奢酒店竞争这么激烈的情况下，他们是比较佛系的一家，他们也是其中最好定位的一家。我原本以为他们的甜点师履历给了我一种应该会非常不错的感觉，但实际吃下来我的感觉就是从设计到执行层面跟其他的这些顶奢酒店的下午茶都有一定的差距。说实话，如果是为了这种招牌套餐来的话，就很可惜，我觉得并不值这个价。如果是享受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话，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它这里的环境跟服务都还是非常的到位的，大致就是这样。好了，不知道你们今天我都不知道我能选出来哪个好吃的。不知道你们是否会愿意花这个钱来这边体验一下这种法式下午茶的氛围？欢迎弹幕留言评论告诉我。如果你还喜欢这一期视频的话，请记得一定要帮我点赞、转发、投币、收藏，一键3连。如果你还想跟我一起去探索和制作更多的美食，那么请你记得一定要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那么咱们这期视频就先这样，下期视频再见 ，Peace out。